仍在狡辩了。才是罪恶的语言何等苍白，我必定会打破这副枷锁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人族之于这宇宙，就好比浮游朝生暮死，何不及时行乐？非要一意孤行，追求虚无缥缈的道义。神隐，既然天道不公，我的武道便是道义的道。坐天载地，跑四方，破八极，志在天地，横弥四海。我秦南愿以此道为苍兰众生斩神出天。我管你是真是假，速速投降！我或许会念在昔日的情谊上，向南天门大人请求留你们一条狗命。你终究还是承认了，我多希望我是多虑了。难道你忘了当年你这条命是我救回来的吗？少给我扯这些！武道世界，利益至上。好一个利益至上！为了几根骨头，就甘愿做南天门的狗？他，府主没有中毒，他还是五祖巅峰。幻境，这一切都是你策划的阴谋。不过，至少今晚让我一尽地主之谊，明日再出发，如何？那就叨扰府主了。令媛的病情有所缓解，那您的病呢？我何病之有呢？莫府主不必瞒我，天机婆婆说，我能治。鸿蒙之气。不可能的，南天门大人不可能骗我的，可怎么会？大长老，大长老，我们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可言，杀出去！你们快走！让他们给跑了！他们已然折损大半，怀疑的种子也在穆坤的心里种下，加上暗中释放在他身上的追魂咒，我们只管放长线即可。此次有劳几位将军助我穆府，该日穆某必在登门致谢。穆府主客气了，我等岂能不懂唇亡齿寒的道理？对抗南天，我们必须精诚合作。经过此役，我更加确定，当年飞跃女帝与南天门一战，南天门必然元气大损，才会大肆网罗穆坤这样的贪婪之徒为他卖命。我也这么想，需要尽快拔出更多东周的毒瘤，同时联合更多的力量，在南天门痊愈之前，攻上神剑。金南小友，这卷是昔日凌云武帝所创的乱影迷神术，也是妙长老特意为你挑选的。
原来妙妙还为了我。这卷叫崩灭地术，是作为你救了我这把老骨头的谢礼。这太贵重了，我怎么受得起2卷地书？更何况幕府如今正用人之际，不如……这是作为我与小女2条人命的答谢，你受得起？再说了，你也来做我幕府长老，不就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啊？穆长老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说来话长，快先助我们遮掩气息，回问道山再做详谈。幕府的事情都解决了。药田的土壤已经恢复如初，我也已经把往生回梦花和遮天草的种子都播种下去了。只要我多多灌输些灵力，相信很快就会有收获的。那个，谢谢你。知道本公主的好，就多想着收集更多的美酒佳酿来孝敬。好。那个，谢谢你，妙妙。知道本公主的好，就多想着收集更多的美酒佳酿来孝敬。知道了吗？好。你就是问道山通缉的秦南啊？五元阁的秘密，天机道的传承，区区武尊，怎么什么好事都落在你秦南头上了？想我沐风沙才貌双全，天赋卓绝，你凭什么让妙长老青睐有加？凭什么他正眼都不曾看我一次？我只说一次，交出秘密和传承，跪下，让你死得痛快点儿。跪下？我没学过，不如你教教我。废话越多，实力越弱，正好给我的崩灭领域练练手。乱影迷神术，这么说，又是这个秦南从中作梗。穆长老，您可是南天灵使，南天门大人的消息又怎么会……我会找机会去问清楚。尔等尽可相信大人，守好宝库里的那件神物，好处少不了你们。谢上使赐丹，此丹服下，尔等亦可突破5祖。谢上使赐丹。哼，你们还不快各派一队弟子供上使疗伤？老样子，就说是历练愈险，尸骨无存。是。坏了，我儿沐风沙仍在幕府，事发突然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他。上使莫慌，我这就接令郎回来，定然神不知鬼不觉。你是聋了吗？我说，我爹是幕府大长老，一会儿他来了，有你好看的。说够了，说够了，那我就替你爹教教你，不要随便打断别人说话。婆婆，
往生回梦花已开，雄灵的遗体徒儿已经送往遗世药园。秦南何在？消息说，他应是在北周回来的路上。不去看看？只要知道他比以前过得更好，那就足够了。婆婆，徒儿近日读苍兰志时，有一事不解，还请您不吝赐教。但说无妨。您在书中有言，上古有苍兰神树，可以沟通天地，但被南天门摧毁之后，便神凡永隔。如今凡界再无武帝，我们又怎样才能攻上神界呢？孩子，你何必执着于打破这规则呢？魂环乃是这宇宙间天经地义的伟大造物啊！天经地义，不过是你满足私欲的借口罢了。非也，万物负阴而抱阳，讲求的是平衡。魂环的存在，便是取这平衡之道。若是人族的力量毫无限制的增长，只会引发无尽的混乱与灾难，注定会走向灭亡。荒谬！让强大的勇士结仇，让顺从的沦为玩偶，这就是你所谓的平衡。不要只看到眼前的痛苦，眼光放得长远一些。不正是神给予了崇高信仰，才让苍生有了修炼的方向？但没有了秩序，只会带去更多的死亡。不用再狡辩了，凡是罪恶的语言何等苍白，我必定会打破这副枷锁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不用再狡辩了，凡是罪恶的语言何等苍白，我必定会打破这副枷锁，让真相大白于天下。人族之于这宇宙，就好比蜉蝣朝生暮死，何不及时行乐？非要一意孤行，追求虚无缥缈的道义。神也，既然天道不公，我的武道便是道义的道，覆天载地，保四方，拓八极，神赛天地，横弥四海。我秦南愿以此道为苍兰众生斩神诛天。苍兰摧折，天门昂翳，唯此一物，可改天易地。喂，你俩凑这么近干嘛？牛啊！就刚才你坐这儿蹦吧自创，哇！一眨眼的功夫，修为就蹭蹭蹭的往上窜呢。啊，快说说，你现在什么境界啊？半步5胜。什么？你开加速器了吧？我以为我们已经够快的了。喂，哎呀，是兄弟，不会嫉妒你的。接下来什么打算？哎，你说咱们这次结识了4周各族那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，
不如创立一个联盟如何？啊？哦，对啊，集结了反抗虚假天道的联盟。哎呀，那就叫复仇者联盟。好险，差点让他说完。还是叫反天盟好了。看样子你已经突破南天门的桎梏，可有感受到其余的战神之躯？可为冤家路窄，战神右臂就在问道山。老爹，我回来了。爹知道，爹知道，爹知道你一定会回来。什么？你准备一个人去探问道山？那问道山在东周极北之地，终年风雪形成的天然屏障，易守难攻。再加之南天门必是施下隐匿禁术，使其飘忽不定，不得其法，实难揣测其踪迹啊。是啊，而且这半年来，幕府清剿了数个南天走狗的据点，唯独木坤至今迹迹全无，必然也是躲入问道山了。诸位放心，战神右臂化作一柄刀，就藏在问道山的某处洞窟中。我可以凭借对他的感应，找到问道山的位置。再说了，南天门越是想极力藏匿，越是说明他对那柄刀无可奈何。天机婆婆说，这刀将是破局的关键一手。我知道你变身术了得，但一个人还是太过冒险了。这样，我与你同去。多谢府主，但秦南还有他事相托，您不用担心，我这里还有件伤道盟的至宝，带上它，神鬼莫辨。以静为药，以血饮之，3口轻松，命达必死。昔年悬阁初逢处，共扶青灯论道章。今引问道藏剑胆，干将霜雪复肝肠。杨哥，好久不见。你小子伪装的手段可以啊！哎，快带上，在这里我叫杨公，可别叫错了啊！你这化名起的也太随意了，杨公，那我还是可以叫你杨哥。行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跟我来。哎呀，大哥，你让清雪那小姑娘做封主的决定真绝了！偌大的圣地，井井有条嘛。所以这次入封大典，你又准备走个过场，全权让他主持了？这不是小辈儿太能干了吗？你一个做师叔的，事事都交给清雪负责，等到秦南回来，非找你麻烦不可。哎呦，还有，别忘了清雪是谁的亲传弟子。若是因为你偷懒，害得他没时间修炼，让他的好师傅知道。大哥三哥，
你们可千万别把俺偷懒的事儿告诉二哥和秦南，俺这就帮他训练那帮小屁孩去。哎，二哥，不错，都武圣境了。师兄们，我们回来了。凝神静气，待灵台空明，以意引之。默念：微履抖擞生真气，夹脊微额贯灵犀，玉枕轻扣通玄境，泥丸宫阙焕生机。换课换课，这节课你们还是觉得身体不舒服，换成你们梦师叔的实战课。如今青龙和朱雀不分彼此，圣地也可谓蒸蒸日上。你和秦南从上域送来的天才地宝，咱们都用上了，圣地的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儿。嘿，跟一般的上域势力比，也不遑多让。既然如此，咱们哥几个再来聊聊上域的情况，还有反天盟的计划。啊，反天盟？再来啊！只要能碰着你们梦师叔我，就奖励龙渊果一枚哦。哎，你们都不要吗？龙渊果哎，那可是上域的。孟师叔，龙渊果咱们圣地有的是。哦，南哥从上域分珠移植了一棵龙渊果树回来。孟姜，风景，扯呼，来，掏钱！我就说二哥一定不是妻管严。打！当初托你的福，获得了9尊传承，来了这里，问到老祖便对我青睐有加。2年时间就破格晋升为真传弟子。但随着地位的提升，我也接触到了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。不仅是问道4老，就连他们座下的真传弟子，都是靠着吸食普通弟子的生命，才有了现在的修为。因为我不愿接受他们的修行方法，被贬到山底的一处密地，去清理所谓的垃圾。垃圾？什么垃圾？就是那些被问道老祖吸取生命之后，化为石像的弟子遗骸。化为石像？你还记得刚刚接引树下的那尊石女像吗？像那样的石像，在这里比比皆是。你没看错，这些原本都是活生生的人，只因为天赋不够，就沦为了弃子。那问道老贼因我天赋高，起了惜才之心，我这才保住一条命。但也算是被囚禁在这问道山了。我现在的职责，就是将一批又一批送来的石像丢入岩浆销毁。可我不忍心，便偷偷把石像都藏在了这里。杨哥，你为了我来这里潜伏，不仅吃了风苦，甚至险些丢了性命。青南无以为报。这不是你的错，错的是那问道老贼。
我现在就盼着早一天能荡平问道山，让阳光照进这个黑暗的地方，让那些死去的冤魂能够安息。南天门大人传来消息，苍南大陆上又有人死，要第二个逆天而行的飞跃。这个人叫做秦南，你会为了那件事，你们要严查进入问道山。一旦发现秦南的踪迹，上命。明使大人放心。这秦南本与我问道山结怨已久，我们自然不会放任这小子胡作非为，杀之而后快。那就全权交由你们负责。别有什么纰漏，我好给大人交代。那是自然。恭送灵石。大哥，我这就吩咐下去。哼，不急。与其死守着宝窟，不如让秦南得偿所愿，我自有打算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你说你感应到一处充满异宝的洞穴，我这2年来从未见过，极有可能就是前面的宗门禁地问道宝窟。传说这宗门之所以建立，就是为了守护宝库。因为里面有一件至宝，得之可得天下。可得天下？那问道山的人不能取走这至宝吗？这至宝有灵，武圣境之上若是进入，必定身首异处；反之，修为太弱，也只能空手而归。得不得天下我不知道，但越是靠近，阻壁的感觉就越强。前面必是战神右臂无疑。算时间，秦南应当潜入问道山来，也不知进展如何。阁主，那断天刀非取不可吗？昔日，一位大能者甘愿放弃正帝的机会，以身为锤，以血为刃，完成了战神右臂的愿望，将它锻造成一柄绝世神兵。这柄神兵冥冥之中，这么巧，就藏在和秦南结下梁子的问道山。你说，这可能吗？怎么可能呢？再加上那些狗屁修为限制，不就是在等秦南吗？南天门毁不掉断天刀，自然更怕有人得到断天刀。南天门惧怕的，也就是我们想要促成的。前辈，此次前来是有一事相求。这是与我有过命交情的兄弟，想进入宝窟。少废话，规矩你懂。我也不想宝窟无故多添一具尸骨。进门前，还需要先通过我的考核。你需悟出我这一剑的剑意，并施展出来，才算过关。剑意，刚刚不过是凭空一展，并无落处，要怎么领悟剑意？我可以给你们1天时间，如果参悟不出，就自行离去，别再来浪费我的时间。1天时间，可有什么头绪？据我所知，
问道三老中的空老擅长用剑，我们不妨潜入问道山，找他的真传弟子打探一二，也可趁这个机会摸清楚问道三老的底细，知己知彼，也好为剿灭问道山做好筹谋。我总觉得那盲眼的前辈送你到这里别有深意。好，我们进山。这里就是我跟你说的天眼道，专门用来探查进入者身份的。如果改变了容貌，就会被庚金之气绞杀。我对自己的变身术和这副遮天面具有信心。两位留步，安心盘查。两位留步，安心盘查。我们刚刚已经成功通过天眼桥，为何还不能上山？杨公师兄，别怪我们多事儿，实在是领使那边交代了，必须严查。严查。这不是你吗？不是。我怎么看着有几分相似啊？你看，现在还有几分相似。说起来，那完全不像嘛，对吧？是啊，一点儿都不像。还想逃出去，门儿都没有，让你逃了该有多可惜呀！强哥，你放过我吧！求我呀！继续求我呀！是谁的弟子？知不知道我爹是南天灵使？想英雄救美是吧？还想不想活命了？啊！我认得你，你就是……那还记得我是谁吗？乱有移神术，想要少受一些皮肉之苦，你就老老实实回答我几个问题。我答。我也没来多久，我已经把我知道的都说了，求求你放了我吧。求我？像你这种祸害，去见阎王再求饶吧！哟，穆少爷挺快呀。怎么样，我们送去的师妹可还对胃口啊？
雪氏兄弟的眼光怎么会差呢？本少爷很受用。不过，你们在这里风花雪月，是没有接到我父亲大人的旨意吗？临时有何旨意？贼子秦南欲潜入问道宝湖窃宝，宗门上下必须严查。秦南，就是问道山如今无畏无阻，背靠南天门，小小手指就能捏死。灵石可真是多虑了。别说这几位师尊，就是我们也是敬得真传，怕他做甚？我曾和那贼子交过手，实力不弱呀。你们就这么有自信？那是，真传弟子可不是吹的。那就是我学艺不精了，还望向两位讨教一二。这小子平日里没什么作威作福，今日有事相求，就给他点颜色瞧瞧。好，就让他有苦说不出。哎呀，今日咱们只聊风月，不谈悟道。穆少爷要是有雅兴，不如我们斗酒如何？若是你赢了，我们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喝酒，我还没怕过谁。好，我奉陪。痛快。走，来人呐，把御上极乐酿端上来。这御上极乐酿可不是一般人能喝的酒，倘若修为不够，喝下去恐怕会经脉寸断而亡。他对上咱们九王，有热闹看喽！穆少爷乃人中豪杰，小酌几杯，倒也未尝不可。我倒要看看这酒有什么名堂。这酒里的这股力量，居然可以浇灌我识海中的武术，使我心性通明，甚至连修为也在上涨。没有了呀，这也太少了吧？哟，真是大言不惭啊！上酒，酒这里有的是，我倒要看看穆少爷的酒量有没有口气的。就算是武圣巅峰，也做不到一次灌10壶极乐酿吧？真是不要命了！我先干为敬。哎呀，这3壶充其量不过是解解渴罢了。一壶一壶喝，实在太不爽快。怎么可能？他居然一次就……你不要得意太早，我绝不会输的。区10壶，你可以，我也可以。好酒量！既然胜负未分，那我们继续吧。无痕道友，你意下如何？说过多少次了，我是雪无忌，他才是雪无痕。无忌道友，你要是不行了，就换你的兄长来吧。反正你们是孪生兄弟，我不介意车轮战。你，我来就我来，上酒。
木某不才，险胜两位。我想大名鼎鼎的雪氏兄弟不会食言而肥吧？啊？那当然，你说吧，想学什么？那就要看两位的师尊谁的本事更高了。那当然是我师尊殷老，他可是善养灵宠的高手，特别是五毒灵宠，那都是世间罕有的毒物，被师尊养得服服帖帖，厉害着呢。再厉害也是我师尊的弟弟，就像你是我弟弟一样。胡记道友，你师尊想必也不简单吧？说了多少次，我是血无痕。我告诉你啊，我师尊他老人家的剑，那叫一个出神入化，能够展开任何空间，所以人称空老。只要剑一出鞘，对手就只有送命的份儿。剑法再强，也不过是一柄剑。我师尊的灵宠能不断繁衍。就说上次10里外那个村子，五毒所过之处，村民们浑身溃烂，四处奔逃，可根本逃不掉。整个村子无一活口，那场面，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刺激。弄死些刁民算什么？就昨天，我师尊带我去灭了个叫什么反天盟的窝点，南修士一律腰斩。那些漂亮的女弟子，别说有多畅快了。秦南，先冷静。现在动手会打草惊蛇，一旦惊动问道四老过来，就功亏一篑了。先想办法进入问道宝库要紧。哼，我师尊他老人家的剑，那叫一个出神入化，能展开任何空间。时间，他的剑蕴含了时间。听说这焚天国的储君是个美人胚子，等咱们问道山一统东周，高低也得尝尝鲜。飞跃前辈，这次是我不能听你的。哦，如果眼前的罪恶都无法终结，我还谈什么为苍生逆天改命？哟，这不是曾经风光无限的杨师弟吗？怎么不好好处理你的垃圾，来我这儿有何贵干呢？林师兄，您知道我因为忤逆老祖的修炼方法被贬谪，如今在修炼上遇到了瓶颈。听闻您与尊师另辟修炼门道，特来向您请教。哦，修炼瓶颈啊！哼，你这问题问我，算是问对人了。不过，我最近得了个稀罕玩意儿，正愁没人一起把玩呢。你若是能陪我玩个游戏，我倒是不介意给你指点一二。林师兄请讲，只要能解决我修炼的难题，师弟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哼，瞧见没？这3颗雷霆珠，你若能从我手中夺得这3颗珠子，我就满足你的要求。好，那咱们就开始吧。
杨师弟，你以为你能轻易抢到珠子？别做梦了！林师兄，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嘿嘿，忘了告诉你，我这雷霆珠轻易触碰朋友性命之忧，师弟可要小心了。大意了，单凭身法速度根本接触不得。还继续吗？再来！啊！旋风破障引灵书，九霄玄庭通幽图，收！不好！啊！我说过，这游戏可没那么容易赢。林无双，你耍诈！耍诈？没有啊，他只是错把非武之物错当成非文实质，怎能称我耍诈？这次是我赢了。林师兄，看在我这么努力的份上，请再给一次机会。杨大天才是在求我呀！你拜入老左门下的时候不是很厉害吗？区区2年就坐上了真传的位置，你知道我努力了多久吗？啊！好，那我就告诉你，只要跟对了主子，就没有瓶颈可言。现在我想要极品就有极品，羡慕吗？哼，主子，那就是承认你做了南天门的狗。你，好，我今天就好人做到底，让你的老朋友死无归死。啊！欧阳君，杨公，你不是想知道我师尊是如何修炼的？今天就让你好好见识见识。上！又是你，我不会给你任何提示，你走吧。前辈，我将自己领悟到的浅显剑意，用刀施展出来，还请前辈不吝指教。这么快？前辈，我悟出您的剑意。是斩断时间。了解到这一层并不难，小子，你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！这剑意就像是凝练了时间的洪流，那是一种无形却又势不可挡的力量，能够侵蚀时间的每一寸肌理。青丝转瞬变白发，即便强韧如法宝灵气，在这剑意之下。也会褪去表面的光滑，显露出内里的裂痕与损伤，如同实实在在磨砺了万年的风霜。即便强韧如法宝灵气，在这剑意之下，也会褪去表面的光滑，显露出内里的裂痕与损伤，如同实实在在磨砺了万年的风霜。
终于还是让我等来这个人了，怪不得他会是刀的模样。小子，你进去吧，神物在里面等你很久了。多谢前辈指点，若无前辈，晚辈绝无可能领悟到这般剑意。前辈，不知这剑意可有名字？没有，那是你自己悟出来的，不如你给起一个吧。晚辈斗胆，就为他起名叫岁月吧。岁月呀，可惜我领悟出这剑意，斩得断当下和未来，却斩不断从前呐。你这么做，就不怕遭报应吗？你死到临头，还管别人的因果报应？杨大善人！擒贼先擒王，必须先击败林无双。别白费力气了，今日你插翅难逃。再这样耗下去，我只有死路一条。尽可能的给极南拖延时间，那就只有。战神右臂的气息，就是从这柄刀上传来的。是你吗？战神右臂。是我，你的成长没有让我失望。现在拔出断天刀，这里的数万宝物，包括我，都将属于你。但你要清楚，一旦拔出断天刀，就必须直面天道反扑。如今你仅仅半步无胜，要虚心斗战曾经的武神吗？我办法了！杨公啊，哦不，应该叫你公羊。他知道我的身份。唉，你果然藏着底牌。先前为师只是褫夺你真传弟子的席位，刻意留你性命，果然是对的。如今
乖乖把9字秘藏交出来吧。休想！不会让你得逞！啊！九尊，这小子已经是油尽灯枯，眼下的你救不了他。大哥，跟他废什么话？秦南那厮竟敢杀我真传爱徒，我要他偿命！吴痕跟随我这么多年，对我忠心耿耿，就这么被他们给害了，此仇不报，我誓不为。住手！你们先冷静一点儿。大哥，咱们背靠南天门，还寄望着灵气9尊作甚？秦南他已经带下来了，留着他也没有什么用，不如送去给血氏兄弟陪葬吧。师尊，这次弟子恐怕要命丧于此了。我从未后悔收你作为传人，道义所致，以我尽力一搏便是。公羊师兄，别来无恙。哎呦，有架他怎么能少得了我？让老子教他们怎么做人！问道老贼，这一次定会取下你项上人头！与其说我对自己有信心，不如说我对同伴们有信心。我虽心慌，亦可燎原。这里恐有埋伏，快走啊！你说什么？来得好，免得我一个一个去剿灭，正好一网打尽。在场的所有人听好了，万道山累累罪行，罪大恶极。若尚有良知的，自行离开，否则格杀勿论。在实力面前，这些都是废话。是善是恶，是由胜者书写的。可惜你们已经没有机会改写命运了。吴坤，我当初以为一拳可以打醒你，现在看来，必须清理门户。少在那里假惺惺的说教，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，
不过是选择了一条能让我走向巅峰的道路。当初那一拳，我还你！这傀儡居然这么硬！哈哈哈哈！怕什么？看我今日如何将他们打得粉碎！哎！空老，传闻你的剑意可以斩裂空间，但若没了这神兵呢？哼，乳臭未干的小子，老夫的剑指也未尝不利。嘿！这毒物蕴含了我毕生的毒功，就算你实力再强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